兄弟们，大场面来了。2025年，熊猫村的贸易顺差突破了 1.2 万亿美元，刷新了人类贸易史的记录。1.2 万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如果全换成100元大钞，能绕地球赤道飞好几圈。如果雇马斯克给我们打工，他要不眠不休打工几百年。但是别急着开香槟，你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句话叫顺差是面子，逆差是里子。这1.2万亿美金现在就像一堆停在门口进不来的烫手山芋。今天咱们不吹牛，专门聊聊这天量顺差背后的3个大坑，看完你会发现钱太多了也会很烫手。第一个后果，你把别人的饭碗全抢了，别人就要砸你的桌子。咱们想象一下，全球贸易就像一个大集市，本来大家商量好，我卖面粉，你卖蔬菜，他卖化肥。结果熊猫村这个超级工厂进集市后，不仅卖面粉，还顺手把蔬菜种了化肥造了，甚至连装菜的筐子都包圆了。最后的结果是全集市的钱都流进了熊猫村的兜里，别的村兜里比脸还干净。这时候邻村们会怎么干？他们不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努力，他们会直接反手给你一个贸易壁垒大礼包。美国村长说加关税，301调查走起。欧盟村长说补贴调查，碳关税安排上。甚至连土耳其村、巴西村这些小伙伴都坐不住了。这1.2万亿顺差，本质上是咱们把全世界的制造业压力都扛过来了，这就导致了贸易孤立主义抬头。现在的局面是，熊猫村的东西做得太好、太便宜，反而成了原罪。当你赢了所有人的时候，大家就不带你玩了。第二个后果更扎心，外面的钱进不来，里面的钱不敢动。很多人问，既然赚了1.2万亿美金，为啥不发给老百姓分？哥们儿，那是美金，在村里买不了红烧肉，这些美金要回村就得换成人民币。如果这1.2万亿全换成人民币冲进市场，那就相当于村财务凭空印了8万多亿人民币，这叫被动发钞。后果是什么？钱多了，物价就涨了，你辛辛苦苦卖衬衫卖电车换回来的财富可能会被通货膨胀瞬间稀释掉。而且大家都在抢人民币，人民币就会升值，人民币一升值，咱们出口的东西就贵了，东西贵了，外村就不买了，外村不买了，工厂就没订单了，没订单了，大家就要一起抹脖子。这就是著名的荷兰病变种，顺差越大，汇率压力越大，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就被挤压的越薄。第三个后果也是最核心的，它掩盖了熊猫村内需疲软的真相。说句实话，咱们为什么要疯狂出口，是因为咱们村里的小伙伴们买不动。如果村里消费足够猛，这些好产品、好车子、好家电，咱们自己用了不好吗？之所以形成1.2万亿的巨大顺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熊猫村的产能过剩，只能向外溢出。这就好比一个家里明明囤了一冰箱好吃的，但家里人为了省钱，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菜拿出去卖给邻居换钱，换回来的钱又交给熊猫央妈存起来，不敢花。这种模式短期看是积累财富，长期看是补贴全球，图了自己。如果一直靠出口吊命，万一哪天外面的人不买了，那咱们堆积如山的产能可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1.2万亿顺差其实是熊猫村经济的一张体检报告单，它告诉熊猫村的工业实力已经是世界天花板，但熊猫村的分配机制和消费信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方向不再是赚光全世界的钱，而是要把这些钱变成老百姓兜里的购买力，让出口这辆单轮车变成内需和出口双驱动的大吉普。钱嘛，只有花出去变成生活质量，那才叫财富。躺在账本上的数字，那只是风险。你们说我说的对吗？欢迎评论区评论，说说你们的看法。